你等着。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聊边看。直播过后，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请到了情感作家苏秦苏老师，欢迎苏老师的到来。华谊家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的到来。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的到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上网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说爱宝有没有可能帮助那些在婚姻当中遇到了困难的朋友们？所以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环节，今天我要颁发给曲老师和苏老师结婚证啊，祝你们新婚快乐啊！我只是开了个玩笑，你们不需要鼓掌，他们不是夫妻。这个结婚证是今天2对走进节目的夫妻的，所以今天3位老师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2段婚姻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看看你们怎么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1对夫妻的一些基本情况。已经那么相爱，到今天说我们离婚吧，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磊27岁，来自河北，是一名消防员；女嘉宾小莲27岁，同样来自河北。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他们的结婚证在谁手里？在我这儿呢。给我们说一下婚龄吧。哎呀，这对儿这个婚龄不短啊，是2011年11月22日领的证。27、23岁就结婚了？对。那不是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吗？没错。为啥那么急着就结了？那时候我们也是发现她怀孕了，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原因就结婚了，奉子成婚啊，对，可以这样说。那个时候是我特别想结婚，因为怀孕了嘛，我觉得我们2个处了1年多，我觉得感情特别好，我就想结婚，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现在总想离婚，总觉得上不了道。为什么呢？婚后生活不幸福是吗？你看我们俩现在的状态啊，就是完全沟通不了。一沟通的话就吵，2个人想法呀、思想还有那种观念，还有了。我就想让你把电话给我，后来他笤帚打我，笤帚打坏了，我们家1个月换了3根笤帚，就是他现在伤口还在这儿呢。他还家暴你是吧？对，然后他打我的时候，我推他一下，他就立马打电话给110，说我对他家暴。我基本把这个事儿就听明白了。下面其实我特别想问男生，这女生爱那时候也年轻，然后刚结婚，那时候压力也大，就是那一年虽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吧，但是一经历感情这些问题，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说了很多过分的话。反正就是在那个事儿之后不久，他还跟我提过1次离婚。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婆媳关系有一点矛盾。你看女人在结完婚，在怀孕的时候那么大肚子，还有生孩子的时候，还有生完孩子天天看孩子得不工作。你看我家还远，北京离乡的过来，进入他们家以后，我天天就陪着他妈一起做饭，就是没有很少有自己的内容。我一直都是觉得，因为提前结婚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他父母有点亏欠，可能说在人家的计划之外的一个事儿，我就一直陪着人家，我就特别想把人家哄好了，但是人家也不太喜欢我，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有原因。再一个就是这个女孩，后来他跟我提离婚，那时候我都一点都接受不了。基本听来，这个家这4年没消停过。用男生的说法，是因为避婚族，又生了孩子，对，然后压力非常大，对不对？
女生好像对这个嫁到异地他乡心里挺委屈的，是吧？我本来不委屈的，但是说为什么，就结婚以后慢慢的他都不护着我来问了可以吗？我想知道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提离婚？他第一次跟我提离婚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大概孩子6个月，6个月，我记得5个特别清楚月吧，差不多。6个月，就是儿子5、6个月的时候，他第一次提出离婚。第二次提离婚是在什么时候？我提过太多次了，我记不太清楚了。你提离婚是真心想跟他离婚，还是说出来玩玩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我不会说因为不冷静我去说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你反复的在提离婚，这是你思考过后的。我都告法院去了，没同意。后来我就想等着半年以后2次上诉不就能离了吗？等于你已经起诉他了，是吗？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经济上也独立，除了进一个门之外，还有一张纸证明你们是夫妻之外？13年那时候经济还没独立呢。13年中旬我开始上班，那时候我也想明白了，就是结婚以后这个他是真正的他，结婚以前那个就是总哄着我嘛。我觉得结婚之后他可能就是说觉得结婚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必要装了，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但是自从我上班以后啊，他总说我什么把他跟我们的同事啊、领导啊对比什么的，说什么人家比他挣得多呀，比他有能力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那实际上面是从13年开始，你们俩在经济上独立了，是吧？独立过一段时间，就 AA 了。后来又把工资卡给我了，然后这又有一次偷偷的拿回去了。你们俩明确的告诉我，就是你们俩只进一个门儿，还存着一个徐老师他们手里拿的这个结婚证，然后其他夫妻的这点都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有多久？可能就是今年几个月吧，几个月之内啊。发生了什么？今年10月1。我们3口子出去给儿子做一个家庭作业，作业是照一张，有孩子跟国庆有关的照片，照完了，然后我儿子看见那卡丁车，他想坐，我以为就下车照个相什么的，就没拿钱，我就说从你那儿拿10块钱，然后不行，凭什么用我钱啊？大老爷们儿，你身上就不装钱，把车钥匙就往地上一扔，你就窝囊废。我说钱在车里边呢，我拿着钥匙我就回去了。然后就车里边我就等着，后来他们也不回来，我打电话我说怎么还不回来？你回去拿钱了，你干什么去了？你也不回来，不回来我们娘俩就在这等着。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心想我儿子还在那儿呢，那天天气也不怎么好，我还是去吧。去了我就扔那10块钱，我就想带着我儿子走，他就跟我抢儿子在广场上，我就问儿子，我说你想跟谁走啊？他说想跟爸爸走。然后他说你跟妈妈走吧，之类的什么的，还给我2巴掌。我心想我就别打了吧，儿子看着不心疼吗不？然后我就背着包我就坐公交去了。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儿子还在那哭呢，他完全不顾及我儿子的感受，当着儿子面吵架。但是我特别在乎我儿子的感受。他在说一件事的时候，总是把他有理的地方说出来，但是前面他没理的地方他只字不提。根本就不是从今年，从去年开始，我起诉他是去年的。从去年，我觉得都到那时候啊，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挺难缓和了。然后这就慢慢的，为什么后来坚持到现在还没有离婚？那不就是考虑孩子吗？我原来想离婚的时候，我想要孩子；我现在想离婚的时候，我不想要孩子。为什么？我儿子是男孩，跟着他爸爸比较合适，再一个。他要跟着我的话，只有我自己。我父母身体也不好，我顾不上。我不想离婚，因为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我为了他做什么都行。一个挺好的家庭，以前是那么美满，而且现在我们奋斗，有车子有房子，家里边也相对来说不缺钱花，儿子还那么可爱，他对爸爸妈妈有那么高的崇敬感，还有那么一个美满家庭的这么期待，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动力。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有背叛你的丈夫吗？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点的，还是不太严重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背叛，你自己要按你的理解。那就是有过，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他了。你接受吗？他知道我们的事儿，我们好都知道。所以我就问你，你接受吗？我接受。好。在你的描述里面，做母亲她不合格，
做妻子她不合格，做儿媳妇儿她不合格，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呢？我觉得他有决心，这是我特想问的。我觉得他有决心做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儿子有权利拥有一个好妈妈。离了婚之后，她依然是你儿子的妈，这个事实是改不了的。问句心里话，什么样的结果你就不过了，这个婚姻你就不要了。不可逆的错误呗。什么叫不可逆的错误？他真的心里边就是有这男的了，放不下了。我感觉我们家两个就完全不可能，过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至于行为上怎样无所谓，是吧？对，他不做家务什么的，我都可以忍。不要偷换概念。他如果在心里有别的男人的情况下，你觉得不可逆；但是在行为上他有别的男人，你觉得行为也不行啊，当然不行了。好了，很多事儿已经摊在这儿了，看得也很清楚了。如果重新来，你会怎么过你们的婚姻生活？我不知道怎么着，我们俩能过好。还想过吗？不想过了。这是气话吧？不是。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冲涂磊老师来的，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特别有道理。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我们俩的状态，我觉得平时的朋友什么的都劝不了，只能说我想让他看帮我看明白，我是应该离婚还是应该继续。哦，我自己看不好，是要涂老师来看一看的，是吧？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刚才聊到背叛这个词儿，男生表现得非常淡定，就是他表示说我可以原谅，我不淡定。我知道你肯定有曾经非常抓狂过，但是到现在。这个婚姻还适不适合你，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男孩，在女孩还在怀孕期间，你就跟别的女人有暧昧的行为啊？老师，我打断一下，那时候就是还年轻嘛，那时候也是刚结婚。你结婚了吗？结婚了。你为什么要结婚？既然觉得年轻，为什么要结婚？你懂婚姻吗？那时候懂爱情吗？但是我现在渐渐，你现在同样不懂，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爱他。如果要爱他，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爱人的脖子上有吻痕，居然2天你不用去问他。换作是任何人，如果真正爱这个人的话，当时这件事儿就一定要有个水落石出，因为你已经不爱他了，他在你心目中已经不是爱人了，他就是孩子他妈，你就是为了这几个字儿，你在维持着现在的婚姻。你们只不过是进了同一家门，根本就不是一家人。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的家庭能幸福吗？绝对不能，而会一次又一次的为10块钱让孩子受到残忍的折磨。你是为孩子好吗？根本就不是。女孩，你是够残忍的，为了10块钱，为了跟他置气，让孩子那么痛苦，怎么可能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呢？太不合格了。我们不谈一个妻子，因为你已经不爱她，对吗？但对孩子好一点好吗？你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前提是你要做到一点，做好一个妈妈，好吗？其实前段时间吧，我也有想过，就是想离婚的这个念头，是怎么打消的呢？我儿子，他问邻居家小女孩，他说：“你有妈妈吗？”然后这件事吧，我工作我没在身边，是我妈
妈转告给我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们两个分开挺长时间了，我妈转达给我，我心里边就跟刀割一样，就是特别难过，就感觉作为一个爸爸挺不合格的。然后从那件事开始，我就感觉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妈妈，需要一个家庭。可以理解，因为我有2个小孩，我能够感同身受你所有的这种感悟。但是我教给你，你不是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而是你因为你先没有做一个合格的老公，你失去了你的爱人，孩子就失去了他妈妈。带着孩子，你可以再次追求他呀，你再次回到之前你们如何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啊，让他真正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孩子对他的期望，兴许他会回心转意的，但绝不是说以孩子为威胁，说你必须得在这个家，即使我们不离开，要为了孩子我们要生活在一起，这是害了3个人呐，兄弟，既害了你，最受害的也是孩子呀。所以说你们要先把之前的事情了断，重新开始还是有机会的，好吗，兄弟？行，谢谢老师。这男生说话呀，好像特别感悟生活，好像已经是7老8十了。其实你们2人在台上，女生所有的表现就说了一句话：我背叛，我有罪，但我无所谓，因为你自私。而男生也在说一句话：没关系，恕你无罪，生活本身就是平淡。但是一个恕字，分明是说你还是有罪的。我们把婚姻称作为是归宿，花开才能结果，有浓烈才可能归于平淡。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男方就像是一个消费者，女方就像是一件商品。在消费者还没有货比三家，甚至还没开口讲价的时候，商品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自贬身价。这样的商品买回家，除了冷漠的对待和束之高阁，大概不会有第2种结果。一个男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还没有真正的了解生活，还没有看清大千世界，他就已经遭遇到了婚姻当了父亲。他怎么可能理解所谓婚姻的责任和女方的热情？而女人一而再而再而三的自降身价。那么年轻，我就要嫁到你们家去，这是第1降；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还要生给你，这是第2降；千里之外非要嫁到唐山去，这是第3降；嫁到别人家之后，看尽脸色，还要忍气吞声，这是第4降。所以说，一个不懂生活责任，一个自降身价的人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婚姻的幸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生在这个场上，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恰恰是这种没心没肺，造成了你对自己的不自重。说生就生，说嫁就嫁，这种不谨慎和不自重和不矜持，虽然造成了你天真烂漫的性格，但同时也得不到男生的重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4年的过程当中，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想用自降身价和努力的方式来让对方重视自己的感受，但你一直要，你就一直要不到。所以到现在基本上，你说你心死了，对方是自私的，那我就不要了，我宁愿以堂而皇之的出轨的方式，也得不来你的重视。这其实说句实在话，挺自嘲的。而男生说我不在乎，出轨就出轨，生活嘛是平淡。我并不认为这是男生的包容，我认为是男生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就是一个人在我心里没价值，那么你跟谁在一起干什么也无所谓。女方感情已死，男方尚未点燃，那你说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呢？就你那把火一直在那儿烧，来吧，关注关注我这把火，但那就是一盆冷水，你怎么烧它也烧不热。你呢，已经快烧尽了。他口口声声说婚姻本来就是平淡，如果他迟早又遇到一个能够把它燃烧的人，那你就惨了。那个时候他才不会说平淡呢。
他说生命的本质就是燃烧啊，挖平淡干嘛呀？其实还是没遇对人，你不是他的催化剂，但只是可怜了孩子。但好在都还年轻嘛，是吧？你就让他平淡去，你该燃烧你还燃烧，但是对于孩子的责任，咱们还是要负。就这样。男生还有话说。我想强调一个事实吧，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我们两个一起认识了这么多年，有爱他的一个动力才去包容这些事情，而不是为了生活才去包容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能燃烧我的女孩，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心，就是没想过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什么样。咱们俩恋爱那么早，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能燃烧你的女孩啊？除了你之外，我还认识很多女生呢，是吧？但是我从来没幻想过，跟他们一起生活会什么样。我也不想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起是有缘分的。哎，其实挺难办。听真话，听假话吧。听真话吧。今天我们来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想听真话，真想听真话。听真话就是你没说一句心里话，你让我们说什么话？这么说吧，也许今天过后，女生会第二次起诉，我帮你问问，好吧？行。你第二次起诉的时候，起诉书上面这个离婚的整个财产分配和孩子的归属，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一个方式吗？就是该怎么分怎么分，一人一半。孩子呢？他看着。孩子由他看着。其实基本上都是奶奶在看着。啊，财产一人一半。给你个建议吧，财产稍微让一点这个，人家毕竟还带孩子呢。啊，你也别那个，该给的就给点，好吗？好歹人给你们家生个儿子，对吧？儿子可爱吧？非常可爱。他生了吧？哎，就完了。你就这么想这件事儿就化开了。真话就是，你不再爱他了，你不想要这个婚姻了，只是你还想要这个证，要这个形式。然后你希望他能在婚姻里面平平淡淡的接受，有一个婚姻形式的各自游刃有余。他不接受，你也就放了吧。哎，最后还有点时间啊，都说点真心话，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你先说吧。我不会离开孩子的。这是我唯一在乎的东西。你没有要说的吗？说实在，到现在来说，我明白了很多自己心里边。你真的吗？你一直以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放不下的是什么？一直放不下一些东西。如果你有爱的女孩什么的，你可以去。我觉得人真的应该活得明白一点，咱们还很年轻。我想明白，我今天想明白了很多心里边以前没想明白的东西，然后，嗨，亮灯吧。好歹8年的时间，那点情感还是有的。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生活，不要再欺骗了，好吗？谢谢2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这段婚姻听着都压抑，是吧？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来，看看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请开门。我们2个人最近出现了不少问题，我感觉过得越来越憋屈，越来越得不到尊重。他还觉得憋屈呢，他就是个白眼狼好吗？一点都不知道感恩，没有我他能有今天吗？他老是把我贬得一无是处，但我觉得我对这个家有付出，我有很多付出他都看不到，都得不到他的肯定。他付出什么了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喝酒，
电影也不看，就知道找他钱。他总是那么任性，从来都不肯低头。我觉得照这样子，我没办法跟他沟通。我觉得我们的婚姻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丈夫觉得从恋爱开始就一直被妻子压制着，所以他不想再受这份气。他说：“我不想再过下去了。”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小东，27岁，来自湖南，个体；女嘉宾小凤，26岁，来自湖南，也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结婚证是在曲老师的手里。他们结婚的登记日期是2013年12月16号。这对夫妻是大学同学，对吧？对。女生的家庭条件很优越，对吧？小伙子，据说当时他看上你是因为你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是特别励志。我那时候觉得他是那种很有魄力、很有上进心，就很热情的小伙子。他那时候会接很多那种学校的那种义工之类的嘛，我就帮他一起嘛。从大一开始就跟他一起。在大学里面，你跟他是共患难的，可以这么说吗？是的。可是现在你想提出来离婚，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感觉，真的我生活特别憋屈，在事业上，在生活上，我处处受制于他，没有尊严，没有自我。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是他独断的，钱都管在他那里。打个比方，我今天要加油，他会给我300块钱，回来会问我加了没有。如果我说堵车我没加啊，那钱拿回来马上给我。然后我可能临时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发现没，比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停车场，他叫我去办事，我把车开进去，出来交停车费，我发现我身无分文。我作为一个男人，这种时候我居然身无分文。你没钱包是吗？我有钱包，没钱装。但是我不给他钱是有原因的。不是1次2次了，就是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情况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啊。你能跟我们说说吗？为什么？他要借钱给他朋友的话，他不会跟我商量，然后借出去钱就没得还了。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一个朋友，因为我确实刚进大学的时候条件不好嘛，那朋友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我，他也是说我记他的恩情，帮助过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生意了嘛，赚了点钱，他开口找我借钱，我跟他一提，他马上就直接否决了，说我也不愿意跟他争，只能就说自己私下把这个钱借给朋友了。然后又被他发现了。也就是说，以前你们家的这个家庭经济，你是能拿到钱的，是吧？对。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所以你的妻子把这个钱都统管起来了。对他就认为我不诚实。那你借给朋友多少钱？几千块钱。哎，为什么一个曾经帮助过你先生的人，问他借几千块钱你都不借呢？因为他那个朋友就是做出来的事，基本上身边的朋友都不怎么认同。平常他就特别不赞同我过多的交往啊、交际啊，也爱限制我。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他就喜欢打麻将嘛，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你打麻将没关系，你要按时回家。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打麻将啊，我也不是1天2天才学会的。你到现在才忍受不了我打麻将这件事吗？我说了，你平常打麻将，我送你去，我接你回。那一次是什么情况？你出去的时候我跟你说了早点回来，因为那天儿子不舒服。我不知道儿子不舒服。后面你打麻将的时候，儿子就发烧了，我跟我妈带着他连夜去看急诊，我们打点滴打到4、5点才回来。你那时候还没进门。我不知道儿子生病了。再说你妈直到6点多钟你才回来。我找你理论，你还说不得。那你就应该动手打我吗？你这样做就是对的吗？我打你的行为是不对。那你不就是个白眼狼吗？你这么多年，你当初一个穷小子，不就靠我家你吗？不然你有今天吗？你现在是怎么样？翅膀硬了吗？过不下去了吗？就是这样的。主持人，你看我憋屈就是这些地方。他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在场。孩子多大现在？不到2岁。孩子生病，他在外面打麻将，知道孩子发烧的时候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不知道，我也没去顾虑。你是经常出去打麻将吗？那段时间是经常去，但是我没有经常就是晚上不回家。那你平常打麻将，他说要求你准时回的概念是什么？我的时间很宽松了晚上1点之前回家。那我不是店子关门了才去吗？晚上10点左右才去。10点钟下班之后打麻将打到1点是你的要求是吧？对。那他打麻将的频率是怎样的？一周打几回？打得疯的时候，真的基本上，可能1个星期有2天休息算不错的吧。然后你在家里和你母亲带孩子，是这意思吗？喝的少了。这个压抑也好，压力也好，看来是持续的，对不对？现在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就这一次嘛。儿子这个事情，我确实当时激动了，我动手打了他。
他就觉得特别不能原谅我。那时候是他在提离婚，我就回去老家民政局等他。我8点到那里，我等到下午4点，他并没有出现。这大概在什么时候？1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之前。那就说明人家女生不想离呗。就说不想离，你可以跟我说，他就是不肯低头，就说你想不想离，你表达出来就行了。那你想离还是不想离？其实我也不是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我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不支持我，可以，就是你至少站到我的角度考虑一下我的感受。那你也没有跟我说你的感受啊？你不是跟你那群狐朋狗友出去喝酒，然后就说我这里说我那里不好吗？你跟别人数落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想这些？我为什么跟朋友喝酒说这些？我就是在你那里根本没法说，你根本不讲道理，你知道吗？男生现在想要女生的态度，对吗？对。他说离，你离不离？离，这是我提出来的。财产都给他，我一定要儿子。啊，财产都归他。财产本来就归我，这么些年你做了什么呀？这本来就是我家里的支持，才有今天这样子的日子。这些我不想跟他争，我就说我不争，你只要儿子，对我只要儿子。儿子不行，儿子肯定跟我。你有什么能力养他？现在你说这些就没有意义了。我现在我相信我还年轻，我也有那个能力，我能够活下去，我能够养活儿子。好，先生，请告诉我啊，现在要跟他离婚，是你治他的一个手段，你想通过离婚这件事儿，从此在家里面抬起头来做将军。还是说你下定决心就要跟他离婚？我只是想获得一点男人的尊严而已。听明白了，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孩子，我是觉得其实你非常依赖他，你一直在说我不想离婚啊，原因是孩子太小。我不认为这个是你的主要的理由。其实你心里特别明白。你再找一个男人，会像他一样能忍到你这样的地步吗？你就是渴望那种我说了算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有一个悖论啊，就你一方面又特别希望他听话，像一个跟班一样，你说什么他听什么，同时呢，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男人能够特别强，然后能是我的天，能帮我撑起来。你觉得你所需要的这2种男人的特质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吗？如果选一样的话，你选第一个还是选第2个？我选的话，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吧。第一个，因为我是那种事业心比较强的。啊，你事业心很强，比较强势的那种。像你说的，如果是第2种的话，可能真的会每天都是那种吵个不停吧。男生，其实你已经很明白你老婆的心思了，她就是希望你像一个小男人一样，一辈子很听话。她其实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女人，就你得无限的宠着她，无限的听着她，也许她偶尔会给你发点福利。刚才你也说了，你觉得这个男孩虽然家里头穷，但是有志气，有魄力，有向上的进的实质无非是付出与被付出、责任与被责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你低头我抬头，或者我把你打趴下我抬头你低头这样的关系，那是战争。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是要求一个低头和抬头的问题，那干脆还是去把离婚证办了。如果你们今天还能想到当初的一些状态，彼此还能够互相的去珍惜对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倒还可以考虑考虑能不能在一起。就这样。我一直认为，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尊重。有了尊重，才谈得上真正的平等；有了平等，才能谈得上彼此的交流。想离吗？不想离就尊重他。你想离吗？不想离也尊重对方啊。千万别说结了婚之后我们俩是一个人了，不可能。你是你，他是他。下面的时间给他们自己去考量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我真的来调整他们的婚姻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正开始，请开门。
应该跟过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求婚仪式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打算怎么开始他们新的婚姻生活。各位请见证。老婆，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跪在地上给你戴上戒指。现在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这一次是我不对，不该把这个离婚拿来说事儿。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走吧，我们回家好吗？那个证还给他们吧。那个徐伟在还证之前，还有一点是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评论的过程当中，有一点还是忽视了，你是动了手，这一点是绝对不可原谅，你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什么酒鬼和赌徒的问题，其实跟这个问题比起来，那都是次要，动手是最要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要给你老公自信，给他尊严。有时候是得让他自己去闯闯。如果他真不是这块料的话，他自己受到挫折，他第一个想回的就是家，好吗？把你们的家还给你们，好好珍惜。来吧，我送礼物吧。和好的情侣将会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幸福油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你喊开始，我喊停。好，开始。停。恭喜两位啊！1000元的这个旅游大奖，回家好好调整，祝你们幸福，请回。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涂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跟老公结婚5年了，总体来说生活还是挺幸福的，只是老公呢特别看重钱，挺小气的，从来不给我买礼物，我很不满意。这是我的问题呢，还是他的问题？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不可否认，这个网友也受到了一些女性的普遍认知，那就是把礼物当成是幸福衡量的重要标准。但是我想跟你所说的是，那些把自己当成礼物收割机的那些女性，到现在为止，我相信还没有找到幸福的婚姻。这个幸福收割机可能能够收割礼物，但是收割不了幸福。而你已经收获了5年的幸福，所以他们应该嫉妒的是你。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摇一摇，摇出100元现金券。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 居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传递生活正能量。